前两天有粉丝问我在日本住一户建到底好不好，适不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呢？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日本朋友的真实案例。他去日本留学以后就待在了东京，4年前花了200万人民币左右，在江东区买了一个3层的一户建，主要呢也是考虑孩子上学方便，而且小孩子经常是闹腾，如果住公寓受不了的邻居有可能会报警。他和我说，中国人在日本住一户建的还不少，主要是考虑到说话嗓门比较高，做饭的油烟味呢也比较大，再加上不习惯公寓空间小，住独栋独院感觉会更自由一些。像朋友这样一家3口住的一户建，面积一般都不大，也就100来平。1层是客厅和车库，2楼是主卧、厨房和洗手间，3楼有个小卧室和阳台。他对一户建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车库非常小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每次停车都得让他老婆帮着看看四周，稍不留神就蹭墙，这车技不好的人可停不进去。虽然日本现在公寓建得越来越多，但还是有1半左右的当地人会住一户建。那他们为什么这么钟爱一户建呢？这还得从2战后说起。当时日本重要城市的市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，人们只能从废墟上捡些木料，搭建简陋的木板房来遮风挡雨。后来政府为了解决住房问题，开始给居民提供贷款，鼓励个人盖房。但是你想，日本有战争后遗症他们不敢再把人群过于集中在一起，所以重点扶持独栋一户建。朋友帮我总结过一户建分布的2个特点，那一个呢就是市中心比较少，周边郊区比较多，另一个是围绕大型枢纽车站发展起来的卫星城里，慢慢也兴建起了一户建。相比公寓，一户建呢有这些特点。首先，房主有土地的完全支配权，可以自由设计喜欢的房型，自己决定是建花园还是养宠物，是修围墙还是停车位，是自住还是出租或买卖。而住公寓很多事情都得和邻居来商量。那其次，居住环境更安静和私密，一户建的位置一般都比公寓要离市区远一些，和邻居之间呢有一定的空间。最后，持有成本一般比公寓要低，虽然不像公寓每月上缴固定的费用，但自己也要掏一些。如果想要提高生活品质的话，持有成本也不低。在抵抗自然灾害方面呢，一户建因为大多是木板或者是轻型建材搭建而成的，地震的时候万一倒塌也相对安全。其实现在公寓的抗震性也非常好，朋友告诉我，大楼被震得跟面条一样，但都不会倒。同样是一户建，穷人和富人住的也有区别，按照形式和档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4种。第一种，传统和式一户建，主要在农村或者是郊区，像龙猫里乡下的古宅。典型的和式榻榻米、日式矮桌，设施比较老旧，通常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了。第二种，普通洋式一户建，目前日本最常见的一户建类型，大多住的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比如大熊家、蜡笔小新家、樱桃小丸子家，设施相对现代化，在不同地段的房价差别很大。第3种，高级传统一户建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皇居，或者是东京最有名的高级住宅区田园调布，住的不是政商界的顶尖人物，就是炙手可热的明星，环境优雅，很适合参禅悟道。第4种，高级洋式一户建，整体装修风格要偏西式，车库呢也不止一个，是公司社长、理事这些上流阶层居住的类型。现在买来自住的人一般都会选择新式的一户建，喜欢传统风格的人才会买老物件。我们都知道，日本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国家，投资一户建呢，主要就是看中了土地升值，既可以传承给子孙后代，也可以作为民宿或者是养老。如果你向往一户建的生活，那就和我来聊聊吧。杨芳姐姐带你海外看房，将心比心，用挑剔的眼光帮你严选全球优质的房产项目。